一直以来呢，都有朋友在问我，怎么样才能拍出和我一样的这种所谓电影感的照片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超级小马，一个专注于一个对象拍照的摄影师。这期视频呢，我想和你聊聊我拍出这样照片的秘诀——柔光镜。我会尽可能的把你想要知道的关于柔光镜的一切都跟你讲清楚，包括如何自己零成本的后期制作柔光效果。但在此之前，我想我们有必要重新的认识一下，到底什么是电影感。电影感这3个字呢，已经成为现在拍照最热门的关键词之一。许多朋友呢都在追求拍出所谓电影感的照片。那问题来了，在当下互联网的语境下，电影感究竟是个什么意思？有的朋友呢是觉得上下加2块黑边，有的朋友呢觉得是套一个所谓的胶片模拟滤镜。我觉得这些观点都没啥问题，他们其实都对，因为这样的形式会让人直接联想到电影，从而产生所谓的电影感氛围。那如果让我对大众语境下的电影感下个定义的话，我会这样说：一种带有柔光效果的、低锐度的、统一色调的视觉氛围。这背后的逻辑其实很简单，这其实是因为一些胶片电影，无论是胶片本身的颗粒结构，还是显影工艺的色彩还原方式，甚至是当时镜头对于眩光的控制手段，都与今天的数字设备大不相同。这些技术的不完美呢，往往会让画面带有一种柔雾和眩光的感觉，而这反而成为了我们现在对于电影画面的情绪记忆。所以我们下意识的把这种不完美但却有氛围的画面叫做电影感。随着数码科技的发展呢，相机和镜头的素质呢也越来越高，画面呢也随之变得越来越锐利，越来越完美。但也正是因为太完美了，反而失去了过去的那种模糊的氛围感。于是为了在现代镜头上找回那种不完美但动人的画面的感觉，人们开始想了各种各样的方法，其中柔光镜就是我们用来对抗过于数码的小小抵抗。柔光镜是一种安装在镜头前的物理滤镜，它的本质呢是通过镜头上微小的不规则的颗粒，对进入镜头的光线呢产生轻微的散射，从而削弱画面的锐度，也让高光的过渡更自然。用直观的视觉感受来说，柔光镜呢会使画面中的光晕产生一种晕染的感觉。那到目前为止呢，市面上主流使用的柔光镜呢其实就2个种类，白柔和黑柔。今天呢，我想额外给大家介绍一种我最近高频在使用但相对冷门的柔光镜——珠光柔。虽然它们的物理原理呢都很类似，但是它们营造出来的画面氛围区别却非常的大。由于各个品牌之间它的柔光镜的制作工艺会相对有所不同，所以为了相对严谨的说明这3种滤镜之间的区别呢，今天我使用的这3款滤镜呢都是来自同一个公司赖斯光学旗下的 JetMag Pro 系列的3款滤镜。它们的柔光强度呢均为1/4，也是目前大家最常用的这么一个强度。我们先来看看白柔，把它和没有使用滤镜的画面进行对比的话呢，我们可以很明显的看到高光部分有非常显著的扩散，画面的对比度呢被整体的削弱。另外呢，我们可以看到在高光区域它的颜色有一点点向冷色偏移的倾向。这种扩散和色温的特性呢，使画面呈现出一种梦幻且通透的感觉。那黑柔呢也会让画面的高光扩散，但是相对于白柔，它的扩散呢会相对的更克制一点，同时也不会出现明显的偏色。那另外呢，黑柔也会降低画面的对比，但是它对暗部的影响却很小，所以呢，黑柔呈现的画面呢就比较沉稳，有层次感。那珠光柔呢，从画面表现来看，它其实是一种介于黑柔和白柔之间的柔光效果。它拥有接近于白柔一样的高光扩散和冷调的倾向，但强度呢略低于白柔。同时呢，它又像黑柔一样，几乎不影响暗部的细节。简单来讲呢，珠光柔呢就像是一条折中之路，既保留了白柔的梦幻扩散感觉，也拥有了黑柔的清晰结构。那很多朋友呢，在第一次入手柔光镜的时候，都会纠结一个问题：我到底应该入手什么强度的柔光镜才好呢？那目前市面上主流的柔光镜的强度呢，它分别有这个1/8、1/4、1/2，或者是1/1这样的强度。那它这个数字越小呢，效果就越克制；相反，数字越大，它的那种高光扩散的感觉呢就越强烈。那我的建议是呢，如果你是第一次使用柔光镜的话，我推荐你从1/4开始，因为它是最通用、最平衡的强度，能让你清楚地感受到柔光的效果，也不会让画面过度失控。那如果呢，你想要一种更隐蔽、更细腻的质感的话呢，我推荐你使用1/8的强度。
这个强度呢，它几乎不会改变整体的对比，在高光的扩散上面呢，属于是那种润物细无声的感觉。那如果你想要极致的梦幻氛围感的话呢，这个地方我就推荐你使用1/2或者1/1的这么一个强度。但是我必须提醒你的是，这个强度的滤镜它对画面的影响是非常显著的，容易让画面的细节模糊，对比下降。如果画面处理的不好的话呢，就像是镜头糊了或者是没擦干净一样。所以呢，这种强度的柔光镜呢，我推荐是有一定的后期能力，以及它能一定程度上把控前期拍摄的摄影师来使用。那在这里呢，我想要强调的是，柔光镜的强度它其实不是越强越好，主要取决于大家的拍摄目的和想表达的情绪。那我自己在使用柔光镜的时候呢，主要考虑的呢就是2个问题：偏色和鬼影。不同品牌的柔光镜呢，偏色程度是不一样的。那就拿今天我们展示的这3款滤镜来说呢，白柔和珠光柔呢，它们在高光上有冷色的色片倾向，这主要是因为呢，它们在散射光线的时候对蓝绿波段的反应更敏感。那至于这个偏色呢，它究竟是缺点还是一种风格，那其实就是因人而异的一件事情。因为有些朋友呢，他可能想要的就是这么一个效果。那在整体画面上呢，可以通过看这些图来发现，我觉得在肉眼的范围内呢，其实看不出什么明显的色片倾向。这个呢，基本上就避不开了，尤其是像画面里有点光源的时候，比如说像阳光啊、像灯光啊，或者是像镜面反射这样的东西，柔光镜呢就很容易制造出光晕、眩光，甚至鬼影。同样的，这个鬼影呢，它是不是缺点呢？主要也看你怎么利用它。其实我个人在有些情况下还是挺喜欢这个鬼影的。所以我是觉得呢，柔光镜的缺点，它更多的呢像是一种风格边界，你越清楚它的作用呢，就越能决定你是在使用它，还是在被它影响画面。与其告诉你它适合拍什么，不如聊聊它不适合拍什么，这样可能更直接一点。比如说新闻摄影或者纪实摄影，这样强调还原真实的拍摄题材，柔光镜带来的光晕或者氛围感呢，反而可能会成为一种干扰。又或者是产品摄影，它通常呢要求质感清晰，边缘利落，它需要的是镜头原始的锐利和反差。柔光镜呢在这种时候呢就会削弱你花大价钱买来的这些技术力。再比如复杂光源的环境，这个就非常容易理解了，就像我们前面说的，柔光镜呢它非常容易产生鬼影，你如果现场的光源很复杂的话呢，那基本上就是鬼影重重。那最后呢是一些强调技术指标的拍摄场景，比如说拍摄镜头样张或者画质测试等等专业场景，柔光镜呢则会让人产生一种锐度不够的感觉，让人觉得这个镜头可能素质不太行。那这里顺带一提啊，我之前好像给镜头拍摄的各种样张都加了柔光镜，希望他们可以原谅我。对，你没有看错，柔光镜其实对人像摄影它是有意外的加分项的。这是因为很多女生啊，她会喜欢柔光镜带来的这种朦胧的感觉。尤其是你在拍摄现场刚刚拍完，照片还没修的时候，柔光镜呢就会让一些照片第一眼看起来就感觉不错，高光呢有扩散的感觉，皮肤呢也显得不那么锐利，毛孔呢也不明显。那这些呢其实都是女生她非常关注的点，这样的效果呢容易帮助你在拍摄的前期和你的模特产生一种信任感。那另一个好处呢其实是留给后期的，因为柔光镜呢本身呢就会降低锐度，柔化肤质，所以它意味着你后期磨皮的时候的工作量就会大大减少。尤其现在一部分的女生呢非常喜欢自己来修图，那她们呢对于自己脸部的细节呢有非常明显的预期，就会经常出现这样的情况。我看着图我很兴奋，我说这光影，这构图，这色彩，但是她看到图呢她就跟我说我人不好看，这张我不要。对，此时你就会明白，摄影的难往往不在于摄影本身。所以呢，如果你给他一张太锐利的原图的话呢，他自己修起来呢，往往也会比较费力。很多朋友都在问我，就是我照片的皮肤的质感到底是怎么做到的？那这个其实和手动磨皮也有一定的关系。大家感兴趣的话呢，以后也可以专门出一些视频来讲一讲。那我想说的是呢，在我用了柔光镜之后啊，我可以非常清楚地感觉到这个磨皮的工作量变小了很多，甚至经常我现在都不用磨皮，只需要呢在原本就好看的基础上做一点点瑕疵的遮蔽就可以了。那如果你现在手头没有柔光镜的话，然后呢你又不确定到底柔光镜值不值得购买的话呢，
现在其实有很多替代手段也可以帮你实现柔光的效果。那这里呢，我给大家提供几个关键词，大家可以自行搜索。那现在网上呢，关于这块有非常多的方法，比如说最常见的有丝袜加入微镜、凡士林，或者说欧根纱这样的道具，它们都可以帮你模拟一种柔光的氛围感。那我今天想跟大家分享的是一种自己通过 Photoshop 来简单的制作柔光效果的方法。那这个手动后期的优势它非常明显，就是它的可控性非常的高。只要你愿意花时间，你可以按照你自己想要的需求调整柔光强度、柔光范围和冷暖倾向，甚至叠加不同的色彩风格，创造出任何你想要的柔光效果。那以上呢就是这期视频的全部内容。那通过这些分享呢，希望能让大家了解什么是柔光镜，以及为什么有人会使用柔光镜。那虽然呢这是一期关于柔光镜的视频，但我始终觉得不管是用柔光镜还是用其他的方法，或者是你自己后期一点一点的去做这种效果，其实都挺好。因为这些手段它没有高低之分，它们都是工具，最终都是为了帮你创造出你心里想象过的那个画面。那视频的最后呢，希望大家能从摄影当中感受到快乐，那也希望呢大家能够早日拍出属于自己的那种电影感画面。